紧邻珠海的澳门是一个我觉得花个周末就可以来玩的地方，面积相当于故宫加天安门广场。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，澳门拥挤、破败、狭小，在你的心里，什么是澳门？哇，我终于找到这家店了，这家店可太难找了。我想带你一起来感受澳门的美食、惬意、繁华和烟火气。一个人也可以在澳门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。走，同我一起来澳门。买了一张1星期的港澳电话卡，50块钱人民币，无限流量的上网。然后它也有1天的，然后也有2天的流量卡。大家来珠海这边口岸附近就有很多这种卖电话卡的小店。那我马上就到拱北口岸了。哇，到澳门喽！这个应该是老关口吧？从珠海到澳门，感觉街景上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就感觉像是一个城市。下一站，林茂信譽灣畔。Próxima paragem, Rainbow Magnificent。下一站，林茂信譽灣畔。我下车了，现在又出太阳了，现在的温度就刚刚好。去我要住的地方办理入住，待会儿的时间呢就去街上逛一逛。我住的酒店就是这一间濠江酒店。我觉得大家来澳门就做好迷路的准备吧，因为我是那种方位感特别的强，但是这边的很多街道都特别的窄，而且呢是那种人和车混在一起的。我这种用地图导航，而且再加上我方位感很强，到现在去大38牌坊的那条路，我已经走错了3个岔路口了。天呀，就这边的路真的像迷宫一样。大38牌坊其实是澳门圣保罗教堂的钱币遗址，它是中国第一座巴洛克式建筑，也是天主教会在15世纪1594年创办的圣保罗学院的一部分，是远东地区及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。当时设有文法学部、人文学部、伦理神学部等。1835年，大火烧毁了圣保罗学院和教堂，只残存了教堂钱币、台阶和部分地基。哇，上到这个大38牌坊的广场，向下看有一个台阶，澳门的老城。哇塞，真的视野超级好。一般来说呢，教堂所在的位置一定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位置，或者是它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越的位置。所以大家以后不管是去欧洲呀，还是见到有一些城市中的教堂，其实不妨可以去教堂的前广场，然后来看这座城市。
我现在来到了大炮台。这个大炮台呢，因为大家想想，它在之前肯定是起到一个便于观察，然后便于射击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呢，大炮台就可以看到几乎整个澳门的景色。哇，现在又是傍晚的夕阳时间，而且下完雨之后天真的超级美。今天也许应该会遇到那种霞光吧，晚霞，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。哇，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对岸的珠海了，看到了吗？有一条河，然后隔岸是珠海，这边是澳门。哇，傍晚的夕阳。哇，后边的那个赌场看到了吗？哇，大家看那边的居民楼。住在这栋居民楼里的居民，如果每天傍晚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夕阳，应该会很快乐吧。我刚才要的是这款清香椰子冻，老板推荐的这一款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，上面写付款方式，老板娘最喜欢现金，然后在澳门这边电子支付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来尝一尝味道如何。这一份的话是35澳币，然后是清香椰子冻。这一口下去真的就是满满的夏天的感觉。这个是一整块的椰肉，椰子香的味道，而且不会觉得特别的甜，非常的好喝。我吃完了这家店山海堂，10分如果让我打分的话，我会打8分。炮台下来之后，大概走100米就到了这家店，而且我觉得价格的话呢也还好，不是特别的贵，就很正常的价格。再来呢，我要去的这间店叫泽贤记，是我澳门当地的一个朋友推荐的，卖甜品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还有卖什么别的。但是他说这间店的话，很多来澳门旅行的朋友他都会推荐给他，所以待会儿我也去看一下。这家店呢，它不仅当地人会吃，而且现在好像是铺天盖地的都是它的宣传，已经有点像是那种网红店的感觉。但是因为有当地人的推荐，所以我觉得决定还是要去试一下。哎，好像是在这条街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我终于找到这家店了，这家店可太难找了。在这里，它的创始日期是1944年，比我爷爷的年龄还要大。我刚点过了，它这个原来是卖鸡蛋仔的专门店，对，然后呢，它上面写了一个蛋挞必点，然后我以为这家店是卖蛋挞的，但是后来那个老板跟我说，他说蛋挞是鸡蛋仔的口味，就是它有蛋挞味、咖啡味、巧克力味，是这个意思。原来蛋挞居然可以作为一种口味存在。我的蛋挞味鸡蛋仔到了，哇！大家快去买这个鸡蛋仔，蛋挞味的鸡蛋仔，巨好吃。它外面是那种特别焦的，里面是
蛋挞味的那种新的质地的感觉。然后你咬一口呢，它会爆浆外酥里嫩的感觉。而且大家不喜欢吃甜的话，也不需要害怕，因为它一点都不甜，特别食物本身的味道。哇，这个10分的话，我可以打到9分，甚至到9.5分，超级无敌好吃。这已经是我有生以来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鸡蛋仔了。不行了，我吃那个蛋仔吃到一半的时候感到很腻，所以我接下来就吃他们当地非常有名的捞面，然后我点的是牛腩捞面，而且我还点了一杯柠檬水，而且他们这边的柠檬水热的和凉的价格是不一样的，热的话是16，凉的话是19澳元，可能有那个冰的成本在。对，然后待会儿可以尝尝这家的味道怎么样。这个面的话跟那个竹升面有一点像，是那种特别筋道的，然后呢它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干。哇，我吃完牛腩面了。刚才这家店呢，我可以打8分，甚至是8.5分，因为它的牛腩捞面真的超级无敌好吃。但是它的那个饮料可能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吧。我点的柠檬水大概是价格呢比较偏贵，10几块钱，但其实它就是冰块、水和柠檬，字面意义上的柠檬水。这个柠檬水10分的话，我可能只能打5分，原因在于第一它的量很小，第二我觉得有一点点寡淡。那接下来我要去吃蛋挞喽。I was pretty sleep deprived. You were still the light bulb, like you were in the Bible, turning water into wine. I don't have the answers, but I got a lot of questions. 我现在呢是在孙逸仙大马路的观音台，看到了后面有一座观音像，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对岸的荡仔岛，哇，夜景真的很美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有去过新加坡的吗？新加坡河的旁边有一个市场，跟这个渔人码头非常的像，就大概也是长这个样子。哇，这边有点东西，造景还造得挺好看的。哇，这个罗马斗兽场真的超迷你，应该有3层楼这么高。对。其实这个渔人码头就有一点像，造一些国外的景，里面有很多开各种各样的店，对，差不多是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商业街区，对，只是可能比我们平时看到的商业街区的造景要稍微精致一点。哇，好霸气！前面还有水立方。我要回去休息了，各位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的10点多，而且开始有一点点下雨了。今天我转下来之后，我发现其实靠近我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西岸，应该是所谓的澳门老城区。那期待明天早上我可以起来，然后带大家去转一转。I don't have the answers, but I got a lot of questions. Are we waiting for the rapture? 各位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的行程是最后再逛一逛澳门，然后逛完之后呢，今天下午我是5点半的轮船坐到香港，大概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大家来这边也可以这样玩，就港澳一起，大概是100多块钱人民币的船票。
放在这边看起来明显要比澳门半岛那边的老城区要新很多，然后它的那个街道也更宽一点。哇，前面就是关野街，好多人，我的天！这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但是我看到了这个，找一个人少的地方，进来之后这边的人就少多了。看到了这个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然后它前面有一个电视，我点了他们这边的招牌柠檬茶，小杯35元，好喝，10分的话打8.5分。这个真的好好喝，把那个冰打的，又不像冰沙，然后但是又不是那么大块，就是你可以刚好喝到的那种冰。这味道来说的话，它也不会非常的甜。我记得第一碗我在珠海的时候买的那个柠檬茶，跟这个柠檬茶的味道其实是比较像的，但是这个柠檬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知道它放了什么，就多了一层很薄荷味的口感。现在呢，就要去大家来澳门必去的一个地方之一，威尼斯人。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具有意大利威尼斯风情的商场。那个威尼斯入口应该是在这里吧？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他们这边的赌场也好，还是所谓的娱乐场，他们里面还有大巴上很多都是用简体中文写的，所以他们的那个客群目标应该还是挺明确的。哇，这个入口有一点点像迪士尼乐园的入口处。这几个地方好像是在一起的，威尼斯人剧场，还有巴黎人、伦敦人。如果有小伙伴还没有出过国，然后来这个威尼斯人呀、巴黎人啊、伦敦人啊，确实可以来这边看一看，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建筑景观。那我想，如果像我一样，或者是有身边很多小伙伴已经去过欧洲旅行的话，我觉得这些地方其实就可以忽略掉了去一些澳门老街道，或者是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，我觉得这个很可以。而且我觉得澳门的话，2天的时间完全 OK， 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酒店呀、会展中心、购物、娱乐场这种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大楼。哇，确实可以哦，这边好多游客。这个地方我真的实在是觉得没什么可逛的。第一个是因为我去过威尼斯，第二个原因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商场，然后呢，只是它的景观改造的有一点点像威尼斯水城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特别喜欢购物，然后呢也还暂时没有去过威尼斯这个地方呢，既满足了你的购物需求，然后又可以看到类似于威尼斯的街景，那这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。但是如果大家去过威尼斯，或者是对购物不感兴趣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你来了之后一定会觉得很失望。对，这个威尼斯人的购物空间没有我想象中的大，可能就差不多相当于万达广场的1层楼吧。然后前面有那个澳门、巴黎人和伦敦人，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购物模式。待会儿去前面看一眼。而且这个地方大家逛的话，可能就是拍照加逛，可能就是5分钟、1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。如果你不买东西的话。澳门人和伦敦人的话呢，这边就没有像威尼斯人那一种造景了。意大利威尼斯的，一个是英国伦敦的，好魔幻哦，就在这两边。这个角度看真的超赞，就配上这个街景，这块很好看，但是你不能进那个商场，我觉得在外面就够了，完全不用进到那个商场。
我觉得下次大家如果有来澳门旅行的话，定位不要定位到澳门人那个商场，定位到旁边的这个公交站叫联运公路巴黎人。然后下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后面的埃菲尔铁塔。对，然后埃菲尔铁塔的旁边就可以看到，有点像英国议会大厦和大本钟，然后大本钟的旁边就是威尼斯广场的那个柱子。定位在这个公交车站下来之后呢，这一块我觉得景色会比里面更好一点。再往前走一点点就是澳门科技大学，也算是比较著名的大学之一，带大家看一看他们的校园。从这个威尼斯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呢，在途经澳门科技大学的路上，就这一块感觉尤其的魔幻，就有点像那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感觉。这边就是澳门科技大学的主校区。科大校园图，其实整个澳门科技大学并没有特别的大，围绕着中间的操场排布吧。然后我现在应该是在那个位置。这边 ABCD 呢是不同的教学楼，然后一些餐厅啊，然后银行啊。我看科大是分配宿舍的，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宿舍园区，然后中间是一个操场。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校园，很迷你。刚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他们的那个宣传画，今年应该是他们24周年，就现在全校都是这样的标牌。哇，澳门科技大学就在闹市区里，而且大家看到了吗？它的教学楼就非常的具有港澳风格。哇，这个地方好像是科大的宿舍。哇，这个地方是澳门科技大学的食堂哎，里边的冷气开得够足，到现在还有营业，它应该是全天的那种。科大里面卖的食物基本上是面呀，然后猪脚饭，然后那边的广式烧味、煲仔菜，基本上还是粤式菜系的那一分支。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恋爱巷，它就在大38牌坊，特别短，可能100米都不到的那种小巷子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大圣猪扒包，这家店呢之前有葡萄牙总统莅临本店，然后品尝驰名的葡萄牙蛋挞，但是我在这家店只买了珍珠奶茶和猪扒包。哇，它这个包装很像就是我小时候喝的那个避风塘的包装，看起来很塑料，但是不知道喝起来怎么样。
比我喝过的任何的其他地方的珍珠奶茶都要有珍珠奶茶的味道，而且它一点都不甜，不会是那种什么什么放了7分糖啊、5分糖、3分糖。我觉得这个珍珠奶茶的甜味是它食材本身的那种甜味。然后尝一下这个猪扒包，里面应该是一块猪排，上下这个样子有点像汉堡。我们里面有一块骨头，这个就是腌制过的猪排，然后上下加2片面包，我觉得味道是好的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类似的食物吧。刚才那家店猪排，然后加上这个珍珠奶茶，10分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到7分到7.5分，我觉得不踩雷，可以的，可以去尝试，而且离大3巴牌坊非常的近。刚才我在那边等餐的时候呢，我刚才看到了有人拿到那个蛋挞，然后问了一下，他们说因为蛋挞是在姑妈蛋挞店买的，去尝尝那边的蛋挞如何。这边呢有卖这种豆花的，这个是他们的经典款，如果你要加冰的话呢，大概是40块钱左右。然后刚才还要了2个葡式蛋挞，葡式蛋挞的话它也可以单卖，但是如果你买2个的话是25元，基本上相当于11块钱人民币一个蛋挞。尝一下它这个豆花，刚才那个前台的收银员说，这个豆花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豆腐脑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料。正常的话是热的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凉的话，它的那个冰是需要加钱的，所以这份豆花加起来应该是有40块人民币左右。他们这边的蛋挞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它这个蛋挞呢，和人民币也是有点贵的，11块钱一个。比我平时吃到的没有那么甜，要更有它鸡蛋本身的那种味道。看一下，而且它一环的那个皮是那种特别千层饼的感觉，特别的酥脆和松软。我记得前年的时候，我去葡萄牙的时候，去了当时全世界第1家蛋挞店的时候，跟这个味道其实特别的相似。大家如果有空去葡萄牙旅游的时候，可以去一下那家店。这一款呢是他们的经典款，可以尝一下。这比我之前吃过的那种豆腐脑要稠绵稠一些，就是比较大块一点。之前吃到的那种豆腐脑会比较水水的，但是这个的话有点豆乳的感觉。哇，这个也是那种甜而不腻。我发现最近几天在澳门吃到的所有的食物全是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。那刚才尝过这家的豆乳花还有蛋挞的话，这2个加起来，如果10分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到8.5，不踩雷，8.5分。I hope you don't mind if I say that I love you, 'cause there's so many ways that I want to carve out our names, board a last minute plane, just us two. We can chase the sun as it sets in the mountains, find luck like a bet in Greek fountains, or lay lazy in bed with your head on my chest. I hope you don't mind if I say that I love you. Every day another high do, 'cause you know I do, I do, I do. I hope you can hear every. 我现在到外港码头了，然后从澳门这边，然后可以坐那个轮船到香港。我以为
这么小一片地方，而且人也这么多，特别拥挤，然后大家都是那种特别急，会特别没有耐心。但是这次我的一个总体感觉是，你不管是问路呀还是怎么样，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澳门人特别的热情。那接下来就去办一下离境手续，就前往香港喽。大概坐1个小时的轮船，然后到达香港码头。到达香港码头之后，我有一个博士学长，然后他去接我，对，然后带大家游香港。那待会儿轮船上见喽。